我在楼下看，哇，我可以看到，你一定要跟我穿到至少这样，因为这是一个家里，我家里都是男生哎，对，都是儿子。有没有搞错？你不要想象有一天你不提，他就会做这样，就跟你妈妈一样。你想太多了。对，对你就给这么一点钱，你要把它当可是你不要讲了，他做你妈太多感情了，你想多了，你太多感情了。对了，是了，我现在最怕的就是，Sir, I want to go back 。欢迎大家收看《慧眼说亮话》，大家好。那么这个节目呢，是由我和慧玉每次会请一些好朋友或者嘉宾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谈一谈大家关心的生活大小事。也希望大家收看的同时或者看完之后有什么看法建议啊，留言给我们。是的 ，like and share and subscribe 我们。今天我们的特别嘉宾呢，就是我们康姐。钟情，欢迎。今天我们聊一个女佣的话题。其实我有个想法，我们聊之前，我先做一个调查啊，各位所有人在现场啊，我们有多少人？大概10几位吧，哈，我们看一看曾经请过女佣的举手。曾经就是曾经请过女佣的，一定有的吗？哇，真的还不真多哎，还真不多啊，就加你们两个，少过一半，不多。少过一半。新加坡有1/5的家庭有女佣，女佣人数将近25万，25万。哦，可以说女佣是整个新加坡社会的一个存在的不容忽视的一个存在跟现象，对吧？一个需要，你就没需要。OK， 我现在家里有女佣，你家里有女佣？我没有，从来没有。我有啊。你有女佣？因为你们的屋子很大。我很好奇，为什么你不请女佣？我从小到大，我们家里几个兄弟姐妹我妈妈家从来没有帮佣的。因为我妈妈是不需要工作的嘛，就妈妈在家里照顾我们。然后我哥哥他们结了婚之后我的大哥大嫂生了孩子，我的妈妈就帮忙照顾，所以他们也不用请帮佣。然后我三哥生孩子，他的太太不做工，所以他自己看孩子。那我的家里很小，我也请什么帮佣？因为我的要求很高，比如说我要换床单的话，我一定要全身干净的衣服，干净的手，我才会换我的床单。如果是请了一个女佣来的话，我要求她这样做的话，每一样事情我都要求到真的是很 OCD 的那种。我不想害人，所以我不可以有女佣。你这个想法一点都不夸张，人家都是讲你请人帮忙，有些东西要稍微打点折扣。是啊，你不可以要求他跟你一样的吗？他也做不到。那你不会说 OK， 就是钟点帮佣？不方便啊，不方便，什么东西不方便？就是你的家里的东西，就是你有一个外人来动你的东西，然后我又这样红，有没有？这样人家不是知道我家里有什么东西 ？OK， 我知道了。另外一个请帮佣的缺点是我还有多一个人要去操心的嘛，我平时都要操心我自己了。然后他虽然是在家里做我的女佣，就是当我的员工，我要操心他吗？对。我工人在我家里做的这几年，家里大房子盖起来了。他讲他们那边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他们村里边印尼，他们村里边一个就是盖房子要有一个很大的厨房，要很大很大，就是要到一个标准。那我说你那个厨房多少钱？我忘了几千块钱新币吧，我就给他了，算借的，他就马上可以，因为付费就在做了嘛。哇，对，像你这样的雇主很多，我的。但是我要讲的，我遇到的是什么呢？其实归结起来，故事有好几个，归结起来就是文化的冲突。你知道那个文化冲突在哪里吗？还不是那种生活习惯嘞，生活习惯可以改的，饮食不是情绪。情绪，对，你比如说，也都没有说，你怎么没有啊？只是说，你讲，我叫你，比如说拿出来汤匙放在里面，这样干净，他就会哭了。哭？他很小是吗？年纪很小？不小一点，都40多岁了哦。还有就是稍微有一个，比如说家里今天跟老公吵架啦，常常有，或者一点点不舒服，哇。可问题不是女佣的问题吗？只要什么公司顶请的员工都有这样的问题的吗？但是我正要说这个，跟公司员工有个最大的不同是，女佣是直接进入你家庭生活的一个部分，所以她的哭会影响到你了，对不对？对你当然你就不这种发生什么事情，还有遇到过，比如说任何事情一点点跟原来比较不一样，他就不干了。我有个朋友跟我讲，他家的女佣10几年了，到现在还是。我们以前认识他，每次都说运气很好，你的女佣你看也不结婚就跟着你哈。那个老太太是很好的啊，这跟女儿一样啊。可是老太太永远脑子里就会讲一句养不熟的了。
我印象好深，养不久，养不熟的。哦，我印象好深，我想说他们已经在我眼里已经是一个传一家奇了。人了。后来在我自己多年的亲女佣的过程中，我发觉有个问题，是心态问题。我遇到过什么都很好，真的是个好人，也听话，也能干，什么都好。但是就这样的人，我觉得我心都掏出来，我们已经像家人一样了。他年龄还比我大一点点。他都会有一些小东西你不知道，比如说我淘汰的手机，我们淘汰你懂，2年还是新的就直接给，他转天就会又有新的手机。比如说最近带狗，我只要注意会发觉总是多一点时间。然后发觉家里的他的零食会多，他的一个抽屉会越来越多零食。而他身边是没有钱的，他所有钱都寄回去的。可是问题是他如果他跟你讲了呢？一点事都没有。我的困扰就是，他们永远，我不相信会有人把这个讲，他们永远有自己一个小猫腻，很喜欢，所以我就分析说，女佣的心态永远，这就是为什么养不熟，她永远是一个工作心态、赚钱心态，雇主关系、雇佣关系，他们永远是这样的。是他也没有错啦，他一方面他保护他自己，然后二来他一个人离乡背井来到这边呀，我已经尽心尽力在伺候你们全家人了。你要煮什么我也煮得很好吃，然后我要自己一点小小空间，有什么人给我什么东西，我要收藏起来，我也不用跟你报告的嘛。可是我们每个人找个女佣请到家里帮忙，我们的出发点总希望她可以自然自由，跟我们可以像一家人。每个我相信大家都是这样想的嘛，因为家人他就会因你的利益而利益，对吧？就你不要的，他就会拒绝的，保护大家。可是不是这几乎不可能？要看多久，然后对，我觉得不看强个性求嘛。我觉得因为好像我早期的女佣回去，哇，我哭到噼里啪啦。我跟你讲，去机场送的时候，因为她终于走了，是吧？不是，就是很舍不得。我感谢她说你在家里帮我这一段时间。重点是她帮你的那段时间，因为她哭的时候，你担心，你回到的时候就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我要 make sure 你报平安，然后你会帮她规划，我会跟我女佣讲，你来我家说你赚钱，你不要全部都寄回去，你要有存钱。存多少钱留给自己，然后买房子。我之前的女佣他们都没有这个概念的。就我遇到很多大多数人，我必须要这样讲，对工人真的不错的，因为将心比心，我们没有理由去害他。所以我在讲说，这个一个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一个文化的不了解，一个防御心，你不要期望奢望。他会跟你一样，跟你期待那样敞开心扉，倒不是掏心掏肺了，对吧？说实话，他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都是伸出援手的。对，这个都是每次都是这样的，无论是个人还是家庭。可是他们总会反过来，醒了以后，事情过了，还是会一如既往的，是买一些这个，买一些那个。因为他一个人，可是你在这里一家人，我觉得你们很一厢情愿哦，好像找一个人这样，不是找一个人，你付出所有的东西，你对他好。对啊，对啊，对啊。可是你觉得他一定会是这样的？不一定的嘛，因为你可以对我好，但是我还是想要保留我的这样。感谢你这么爱我，感谢你对我这么好，但是我也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我可不可以有选择，不要付出这么多感情呢？可是，一般人我相信都是我们这种，就是一起生活的嘛，你懂吗？就是我不希望每天洗洗，那一拿，不希望这样，对吧？如果可以自由一点。你哪怕我每次跟我工人讲的是，现在可以休息了啊，不要太累哈。只要他做完，他在那边玩哈，其实我蛮开心的，说明他开心。你想想，你的工人如果从早，我总觉得他心里一定在怨，这家人做不完的。没有，我试过朋友请女佣啊，我是听说的，就是他的女佣不可以跟别人讲话。不可以跟其他女佣讲话。对，有很怪的主人的。就是你不可以跟人家讲话。然后我试过一个朋友请女佣，他来我家，这个女佣不错。然后说，你的 agent 是哪一间？我说，因为他的朋友要请女佣，可是他要，然后就后来问我的 agent 说，我的朋友说他的介绍朋友去请女佣找到了吗？你们介绍好的女佣给他说，你那个朋友他要看八字的。他说你进来他讲什么生肖怎么要对，有没有克请女佣也要这样，说住在一起那个东西不可以相克。我说
好像有一点道理。我有没有听说过，有的人是请了女佣，家里有3个女佣哈，然后那3个女佣呢都有机会去学习的嘞，比如说他们要去上保利啦，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还有 mani pedi 啊，然后家里如果开派对啊，这3个女佣就会轮流，然后坐在那边跟那些太太们做指甲啊，然后去上巴沙哈，他们有学驾车嘞，考license嘞，去市场买菜嘞，他们有车架，对，啊，所以然后供他们读书什么的，直到毕业。然后其实这3个女佣感觉就好像这家人的孩子一样的嘛，对，就是一起生活了，也不是没有这样的，也有的事情是有了，对啊，这个报纸上也登了吗？我去这个美容中心，问题是报纸上登的都是千万分之一啊。对呀，好像我去更扯的是，你懂，我去那个美容中心，然后我去那边做facial的时候，他说哦，我一个 customer 很夸张。帮他的女佣签了一个配套，不便宜啊，5000多块，还是不是减肥？他女佣太肥了，给他去减肥了，做多点家务不就可以减肥了吗？啊，我就想哇，这个减肥的这个是万况的代志耶，那有点哇。不懂，但是我觉得有女佣是好的啊。其实如果我不是这样孤僻的个性的话，我想我会请一个女佣，然后我回到家里，我不用想说，哎呦，我喝了这杯茶要去洗杯，煮了饭我要去洗碗，我吃完饭我煮完饭我就可以做我要做的事情，看韩剧啦，干嘛打 game 啦，什么都好。不然就看到一半，哇，那个洗衣机响了，我要去收衣服了，要晾衣服了，然后拜六很多东西有一个女佣帮忙，你省了很多事。让一个陌生人、不一样的国度、不一样的生活背景住在一个屋檐下，这个东西要很mutual的沟通。就好像我会跟女佣进来我家的时候，之前跟中介讲我要怎么样讲，要照顾什么什么说，我家的老人不需要照顾老人，他会自理的。就是我需要你会煮基本，你会煮饭，我家也需要人家煮饭给我们吃的，就是普通的家里的工作你要会做啦这些。穿制服的吗？你女佣？不用，因为我曾经。我女佣就是这样，越穿越短，哇，穿到我死。然后后来我有一次，那时候啦，来的时候很听话，慢慢做几年的我就开始，然后就开始就这样，我在楼下看，哇，我可以看到，我就跟他讲说，工作你一定要跟我穿到至少这样，因为这是一个家里，我家里都是男生哎，对，都是儿子，有没有搞错？然后说不可以，我说这个不可以，你不要跟我穿 spaghetti，thank you， 不要。如果你觉得我在我家，我也有跟他谈的，如果你觉得在我家工作这些条例不符合你觉得有人身的一个限制的话，请打电话给你 agent， 不介意你可以再去别家工作，因为这是很基本的 respect， 对，我家的 respect。然后我每次跟他讲，你来我家，我会跟女佣说了，我说一坐下我就跟他好好聊，因为女生跟女生讲话比较好嘛，那男生他会觉得就威严这样，我就跟他说你来我们的家，家有家规的。然后我觉得你来我们家，我把你当成是家里一个成员，所以我希望我们彼此尊重，我们不会骂你什么，吃一定会给你吃到3餐，你需要什么你跟我们讲，你家里有什么问题，如果真的解决不了，你可以跟我们分享，我们可以尽量帮你，但是我们不是义务要帮你，所以你不要把很多情感的问题在这里谈恋爱啊什么这些东西，我是觉得是不应该啦，这是你工作里面你应该尽责的东西，大概是这样的沟通。就讲很清楚。是。过去我请过不少女佣，最好的一个所谓的最好就是她6、7年了，她一如既往，就是小缺点也在那里，优点没有变过。我跟你讲，过去我从来遇到过，我之前的所有女佣都是2年第3年开始，一定就不一样。将心比心，我们打工也是一样，我们自己也是一样。你一个公司刚进去新人，你一定是比较精神，比较努力，做，你就然后你就会发觉，哎，原来每天上午9点钟老板是不在的，你有规律就知道了吗？我怎么会发现呢？你看慢慢就比如说地板会比较油了，也就是说他妈的规律比较马虎，或者原来每天抹1次，现在2天抹1次，所以比较好的是一如既往，已经是哇，你真的好幸运。对啊，真的很幸运。所以我们现在想尽一切办法留啊，我现在最怕就是 I want go back。以前，所以你们现在没有女佣不行了？不是没有，不行。没有什么东西是你可以自己做的吗？我什么都可以自己做，然后没有时间做。我没有这个精力，我这个精力要做在别的事情，要比如说做汇演说亮话。这种服务大众的，又是我自己的事业，对不对？我那边，对不起，我这个节目，我就不
抱歉，实在太忙，家里因为2只狗、3条鱼，又是花，真的，又是草。因为有女佣帮是很好的。因为我一个朋友年纪蛮大了，他生了孩子之后，前几年是有一个女佣帮他，然后上小学之后他就没有女佣了，所有的家务是他自己做，他又在办公室工作，然后回到家里要做家务，还要煮饭，然后他每次一煮哈，周末还有全家人要聚会的嘞，他可以煮给全村人吃嘞，然后他过了几十年之后，他今年他50多岁，他的样子看起来好像60多岁这样。因为他把所有的青春、所有的精力、所有的金钱全部献在家里身上了，因为他没有请女佣吗？新加坡没有女佣不行吗？我觉得新加坡人已经一个习惯，不能上去不，没有女佣。你没有女佣行吗？现在不行，就降低一点要求啦。也不行。你觉得会不会5岁的小孩自己热东西吃？我孩子可以啊，过了时间他们要吃东西自己去煮啊。你给他这样的环境，他就会可以啊。对咯。你没有给他那样的环境，他就不会咯。所以咯 ，COVID 你有没有觉得？其实民间我能够感受到有一种恐慌的暗流，就是哇，女佣现在很贵嘞，女佣找不到嘞，是都没有人进来嘞，是哇，transfer一个8000了，1万了，我听数字很夸张。反过来证明其实是需要的。对呀，新加坡很需要的，好像这是一波。之前我听过一波某某国家忽然间说不给女佣进来啊，对，也是大家在讨论，哇，你这个市场整个一个就动荡起来了。总之，我就觉得女佣在新加坡是需要的啦，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对，然后又要生孩子，然后夫妻2个又要工作，对，然后如果家长不跟你带孩子的话，家长也在工作，那你要怎么办？你要继续生活下去，你一定要有一个女佣。所以我觉得最大的一点就是，如果说这个有一些朋友哈在看这个节目，可能说你又在考虑要不要女佣，又听了很多负面，没有很多负面的。哎，你听女佣负面的比较多，不仅仅是我们的外面听，但是我想说的就是也有好的啦。我想说的是，第一，没有想象那么恐怖，人家也是为了赚钱，没有人故意来你家害你，对吧？第二，我们的那个期望值就是文化上的沟通，你不要期望太高。不能跟你一致我觉得到一定程度，你还必须冷静，就是你付钱，他做工，你可以提你这个钱范围之内的要求，他要符合，不符合你要提出意见，但是你不要想象有一天你不提，他就会做这样，就跟你妈妈一样，就是对不对？无限的付出，无私的，对，想太多了。对，你就给这么一点钱，你要把它当，可是你不要讲了，他做你妈。时间久了以后，我们会这样想，不是一点钱的问题了，是情感交流。我有时候会想到，太多感情了。你想多了，你太多感情了。对了，是了，我同意啊。当然，你也有可能在这过程当中遇到特别有问题的啊，我也报过警，有问题的啊，这个很少。不过遇到问题的好在新加坡解决方法渠道还是蛮方便的，是，对吧？而且我觉得跟女佣相处就好像公司在 manage 那些员工这样，你要懂得怎样 manage 你的女佣，这个是一门学问来的，因为她是一个人来的，她不只是在帮你做家务，你付薪水，可是你要怎样去 manage 她，让她懂得尊敬你，在帮你工作的时候，她要怎么尊敬你，分寸在哪里？她也知道她的空间在哪里，她自由空间在哪里，那个度很重要。你要怎么样去教育她，真的是要看缘分。是的，所以呢，我们也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啦，需不需要女佣？好，希望你们看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 like and share， 还有 subscribe 我们的频道。当然，另外也是一样，如果你有什么话题有兴趣的，也可以建议我们。谢谢大家。好，谢谢钟情，谢谢钟情。Thank you。很扯的，你有没有听过在新加坡有一个女生啊，大概要50岁，她从来没有自己洗过头的。哦，她不会洗头，她没有自己洗过头，从小都被惯的，命好，所以她几天她想洗头，她就去理发店洗头，没有自己洗过头哎，我傻眼哎。我知道不少女生这样的，洗头就去发廊的，因为也不贵啊，她自己洗很麻烦的。没有洗头就去发廊，当然是自己在家里洗，然后又洗头去发廊。没有我除非是台这样。